What happened with this child? Well, those things, those right there, they bounce. There's a metal bar right there too.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at? Okay, did you see that happen? Do you know that accidents happen all the time? I do, because I have 4 kids. Exactly my point. Then cut me some And then I slack. also know that this injury doesn't happen just appear out of nowhere. Exactly why my 2 kids are 100% healthy.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at?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at? Yeah, I thought about it. Okay, then think about it a little bit harder. But maybe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you're the only person with her, and she's injured like this. I did not hurt that little girl. 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法伦·弗里德利出生于2018年9月27日，地点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好莱坞的纪念地区医院。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喜欢跳舞、唱歌，还养了一只名叫巴特斯先生的小猫。法伦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他最爱的毛绒玩具总是陪伴在他身边。他的母亲克里斯汀·弗里德利是一名兽医技术员，工作于一家动物救援机构。克里斯汀在怀孕期间经历了生活的重重挑战，包括独自面对毒瘾问题。她曾被送往戒毒中心，远离家人，但凭借坚强的意志，她成功戒毒，迎来了法伦的出生。法伦出生后，克里斯汀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她与卡梅伦·甘特结婚，搬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开始了新的郊区生活。卡梅伦是一名园艺工人，对法伦视如己出，尽管他并非法伦的亲生父亲。法伦的亲生父亲在他母亲怀孕8个月时便彻底离开了他们的生活。法伦与母亲、继父以及他的好朋友3岁的哈珀一起过着看似幸福的日子。法伦和哈珀形影不离，常常一起玩耍，关系如同姐妹。然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克里斯汀一家的生活节奏。由于疫情，法伦的幼儿园关闭，克里斯汀不得不寻找新的托方式。他选择了信任多年的朋友科斯蒂·弗勒德，让法伦在他家中接受看护。科斯蒂也是一名母亲，育有一个3岁的女儿哈珀和一个8个月大的儿子。他与法伦的母亲克里斯汀相识近5年，彼此关系密切。法伦与哈珀的友谊也让克里斯汀对科斯蒂的看护能力充满信心。从2020年8月起，法伦每周3天在科斯蒂家中度过白天时光，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安排。然而2020年12月9日，这一切的信任被彻底打破。一场悲剧悄然降临，改变了法伦和他家人的人生轨迹。2020年12月9日晚，佐治亚州桑迪斯普林斯警方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电话来自科斯蒂·弗勒德，他声称2岁的法伦在他的看护下突然失去反应，情况危急。警方和急救人员迅速赶到位于蒙特雷公园路的科斯蒂公寓，发现法伦已被送往亚特兰大儿童医院。克里斯汀和卡梅伦也火速赶往医院，焦急地等待消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将科斯蒂·弗勒德和她的男友杰弗里·迈尔斯带回警局进行问询。科斯蒂声称，当天早些时候，他带法伦和自己的女儿哈珀去了一个名叫摩根瀑布的公园，法伦在玩滑梯时不慎摔倒，撞到了头部。他表示，回到家后，法伦显得有些异常，他便让法伦休息。随后，法伦没有醒来，科斯蒂尝试了一些方法试图唤醒他，但无济于事，最终拨打了911。然而，科斯蒂的叙述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他的故事中存在多个不一致之处，例如，他提到法伦在公园摔倒后仍然能正常活动，甚至在晚餐时间跑出房间拥抱杰弗里，但随后突然失去反应。这种时间线上的矛盾让侦探们感到困惑。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警方要求查看科斯蒂家中的监控录像。科斯蒂家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录像通过云端存储。警方获取了当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的完整视频，重点检查了法伦在公寓内的活动情况。视频显示，法伦在晚上7点56分左右仍然表现正常，但随后他的状态迅速恶化。警方注意到，科斯蒂在叙述中遗漏了一些关键细节，比如他在发现法伦异常后曾短暂离开去抽烟，而这段时间内无人看护法伦。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了关键的电子证据。
科斯蒂的手机记录显示，在2020年12月9日晚上6点38分，他曾进行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搜索，包括心理援助，我对孩子发了脾气，感到非常后悔，为什么有时候会突然对别人的孩子产生强烈负面情绪，什么样的人容易对儿童产生不当情绪。这些搜索记录出现在法伦失去反应的前几个小时，时间点与案件高度相关。警方认为，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科斯蒂当时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对案件的真相提供关键线索。此外，警方对科斯蒂的背景进行了深入调查。记录显示，科斯蒂有过多次违法行为，包括2012年因非法持有处方药被捕，以及2013年因违反缓刑条件被短期监禁。2020年，他还因与房东的纠纷多次被警方传唤。更重要的是，科斯蒂的公寓曾因非法经营家庭托儿所被物业警告，并面临驱逐。这些背景信息让警方对他的可信度产生了进一步怀疑。与此同时，警方对杰弗里进行了单独审讯。杰弗里声称，当天他早上5点30分出门工作，直到下午5点左右回到公寓。他表示，回到家时，法伦已经睡下，直到晚餐时间才再次见到他。他描述法伦在晚餐时表现得有些呆滞，不愿进食，但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不适。杰弗里坚称自己从未对法伦有过任何不当行为，并称科斯蒂对孩子非常关爱。然而，监控录像显示，杰弗里在法伦出现异常时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这让警方怀疑他可能知情或间接参与了事件。在审讯过程中，警方采用了多种策略以获取更多信息。侦探们故意隐瞒了法伦已经去世的消息，试图让科斯蒂放松警惕，以为案件尚未升级到谋杀指控。这种策略旨在让他继续提供信息，避免他立即要求律师介入。科斯蒂在审讯中情绪激动，不断强调自己对法伦的爱护，并试图将怀疑引向法伦的继父卡梅伦，暗示他可能有不良记录。然而，警方核查发现，卡梅伦在事发当天并未接触法伦，他的背景与案件无关。科斯蒂的叙述在审讯中反复变化，他先是将法伦的状况归咎于公园滑梯事故，随后又提到自家公寓的地板可能导致摔倒，甚至暗示自家的宠物狗可能无意中撞倒了法伦。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让侦探们更加确信科斯蒂在隐瞒真相。12月11日，科斯蒂被要求再次前往警局接受问询。他原以为只是来取回手机，然而警方却以多项罪名将其逮捕，包括恶意谋杀、重罪谋杀。随着调查的深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促使警方对相关事件和涉案人员展开更深入的审查。2020年12月11日，科斯蒂·弗勒德被正式逮捕，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恶意谋杀、重罪谋杀等。他被拒绝保释，关押在当地监狱等待审判。杰弗里·迈尔斯也被逮捕，面临2级谋杀等指控，同样被拒绝保释。法伦的案件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关于此案的讨论，舆论对科斯蒂的指控反应强烈。在审判前的准备阶段，检方和辩护方展开了激烈的证据争夺战。检方依靠警方收集的监控录像、科斯蒂的手机搜索记录以及其他证人证词，构建了针对科斯蒂的指控链。科斯蒂的辩护律师则试图挑战证据的有效性，声称监控录像的片段不完整，且手机搜索记录可能被误解为情绪化的随机行为，而非犯罪意图的证据。此外，辩护方还试图将部分责任推向杰弗里或其他潜在因素，以减轻科斯蒂的罪责。杰弗里的辩护团队则强调，他在事件中并未直接参与任何不当行为。监控录像显示，他对法伦态度友善，且他在发现法伦异常后立即协助拨打了911。辩护律师主张，杰弗里的角色仅限于未及时干预，罪责应远低于科斯蒂。在预审听证会上，检方提交了科斯蒂的手机搜索记录作为关键证据，认为这些记录表明他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或犯罪意图。辩护方则要求排除这些证据，称其为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罪行。此外，科斯蒂的母亲凯伦·弗勒德也被指控涉嫌干扰证人，检方认为他可能试图影响3岁的哈珀提供有利于科斯蒂的证词。这一指控进一步复杂化了案件，
使庭审前的准备工作更加紧张。案件原定于2024年初进行全面庭审，但经过数月的谈判，科斯蒂和杰弗里最终选择了认罪协商，以避免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庭审。2024年3月18日，科斯蒂在法庭上改口认罪，承认了多项指控，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的认罪协议为案件画上了句号，也避免了克里斯汀一家因庭审而再次经历情感创伤。杰弗里则承认了2级谋杀罪，接受了15年的刑期，预计将于2036年获得假释资格。他被送往佐治亚诊断与分类监狱服刑，而科斯蒂则被关押在普拉斯基州立监狱。两人的认罪使得案件得以迅速结案，为法伦的家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正义。令人意外的是，科斯蒂的母亲凯伦·弗勒德也因干扰证人罪被起诉，这一指控源于他试图影响年幼的哈珀的证词。凯伦最终被判处较轻的刑罚，但这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案件背后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法伦的案件在当地社区和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克里斯汀通过媒体公开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并呼吁社会加强对儿童保护的关注。他还在菲尔博士节目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试图唤起更多人对类似案件的重视。法伦的葬礼于2020年12月17日在佛罗里达州伍德斯托克的普尔殡仪馆举行，随后他被安葬在温特黑文市的罗林希尔纪念花园。克里斯汀和卡梅伦在失去法伦后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阿舍，但悲剧并未就此结束。2024年，克里斯汀怀上了第2个孩子，预产期恰好是法伦的生日，但不幸的是，女婴早产15周，仅存活数日便夭折。这对克里斯汀一家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法伦·弗里德利案件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它不仅揭示了信任被背叛的后果，也暴露了儿童保护体系中的漏洞。克里斯汀对科斯蒂的信任源于他们近5年的友谊以及法伦与哈珀的亲密关系。然而，这种信任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提醒我们，在选择托服务时，仅仅依靠个人关系可能不足以确保安全。社会需要更严格的托机构监管机制，包括背景审查和定期检查，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桑迪斯普林斯警方的调查展现了现代刑事侦查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从监控录像的获取到手机数据的分析，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和审讯策略逐步揭开了真相。科斯蒂的多次谎言和矛盾陈述最终被证据链打破，显示了警方在面对复杂案件时的耐心与专业。科斯蒂和杰弗里的认罪协商反映了美国司法系统在处理重大案件时的灵活性。认罪协议避免了漫长的庭审，减轻了受害者家属的心理负担，同时也确保了罪犯受到惩罚。然而，科斯蒂的终身监禁与杰弗里的15年刑期之间的差距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杰弗里的刑罚过轻，未能完全反映他在案件中的角色。这也提醒我们，司法系统在平衡公正与效率时，常常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法伦的悲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在儿童保护方面的责任。托服务的不规范、看护者的背景审查不足，以及社会对潜在心理问题的忽视，都是这起案件暴露的问题。法伦·弗里德利的故事是一个沉重的警钟，提醒我们保护儿童安全的重要性。他的笑容、他的歌声、他的善良将永远留在家人的记忆中。让我们以他的故事为契机，推动社会变革，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感谢大家收看法伦·弗里德利案件的讲述。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触动人心，请点赞、订阅并点击小铃铛，获取更多类似内容的更新。让我们一起为儿童的安全发声，让法伦的故事成为改变的起点。下期节目再见，愿正义与爱常伴我们左右。